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恐龙快打》的无线枪支版本。这里的枪支指的是 M16。为什么我选择了这把枪呢？因为平时这把枪是不保证一定出的，使用的机会比较少。其实从枪械的性能上来看，这把枪是不如霰弹枪的，因为霰弹枪一发子弹可以喷飞一堆敌人，算是 AOE 攻击吧。这把枪相当于加强版的机枪，攻击力很高，但也有一点点缺点，就是它在非常近身的情况下，有些时候打不到敌人，因为它的枪管实在是太长了。小的时候玩恐龙快打，就希望有无限子弹的版本。现在这个愿望真的是实现了，并且可以自己选择枪支。游戏的第一关开始于海洋之城的东海岸2513号大楼的楼顶。打完了第一关的 BOSS 恶棍特修恩，这个家伙到后面的关卡里边就变成了精英怪。常见的精英怪还有一个，就是拿着链锤的那个家伙，而且他们两个经常是一起出现。不过从敌方角色的性能上来讲，还是特修恩更强一点。他的重拳经常一拳就把咱们的角色打飞了，尤其是他生气的状态，两只手抬起来，突然向你走过来，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，宁愿 AB 也不要挨他一拳啊。第二关的场景叫做沼泽森林。这款游戏的资料还是非常好找的，因为它是有动漫原作的，是一个漫改作品。这一点和名将那种原创作品就有区别。故事讲述了在未来世界2513年，出现了很多黑市商人开始盗猎恐龙。恐龙由于受到攻击，性情变得残暴，开始袭击人类。这样的话，主人公团队就来解决这一问题。前面要打第二关的 BOSS 屠夫，这个家伙也不难打。你别看他胖啊，他的动作速率还是很快的，尤其是离得非常远的时候，跳起来揍你。指向性非常强，这个时候就要注意观察他的影子，因为手里有强力的枪械，所以 BOSS 打得很快。后面的几个小兵都没来得及出现，哪怕他们身上是有回血道具的。这里我还是开车吧。咱们就不走过去了，走过去的话，有可能时间是不够的。想要一直走到 BOSS 比较困难。第三关的场景是地狱公路，这里主人公一行是要穿越死亡沙漠。第三关的 BOSS 出现，霍格。这家伙是一个飞车党。小的时候玩这款游戏，判断一个玩家会不会玩，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，就是你能否开着车把第三关的 BOSS 撞死。我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玩这款游戏有没有这个判断方式啊？
反正我们那里是有的。第4关，第4关的关卡是杰克的车库，也就是主人公团队里边小白的基地。小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啊，还以为是敌方的地盘，但实际上不是。我记得当年在街机厅后期也出现了无限弹药的恐龙快打，但是恐怕和现在网上流传的这些 IPS 补丁不是一回事啊。大家注意左下方的弹药数量是48发，有的版本好像是显示100，有的是显示6发。但无论显示什么数字，它也是打不完的。有的版本甚至你开枪的一瞬间，它这个数字会往下走，但是马上又锁定回来。我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玩的是哪一个版本的无限弹药，但不管是哪一个版本，肯定不是像现在这样满地掉武器。分数来到了50万，讲命了。其实这条命可以讲得更早一点，就是在第3关，咱们步行往前走更多的距离，这样能够拿到的分数也就更多。本关的枪械给的还可以，尤其是当前这个版面。这个时候有小伙伴就要留着枪打本关 BOSS。这个 BOSS 叫做斯莱斯。小的时候打他的套路就是先用枪，枪没了之后左右跑动攻击，但有的时候突然被 BOSS 斩中了一刀，这样的话局势就很危险了，你的节奏被打断了。第4关的 BOSS 可以说是游戏的第一个新人杀手了。卡普空的轻版动作游戏一般习惯在第2关关底放一个新人杀手的 BOSS， 但是本作的新人杀手出场比较晚，到第4关才出现。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说，没错啊，是第2关，屠夫我打不过呀。不至于啊，不至于。屠夫还是有一点吃疯边的。不同的 BOSS 就要用不同的打法。前方这个场景我跟大家说一下，需要注意，不能在地面攒太多的枪。枪械数量如果太多的话，咱们左下角的子弹数就会消失。这个时候你的枪子弹就打不出去了。虽然有开枪的动作，但是发不出去子弹。所以大家看扔手雷的这种杂兵我就没打，这样可以大概减少地面枪支数量2-3个。否则的话，前方这里可能会造成 bug， 因为地面已经有很多的这种枪械道具了，前面的桶刷的数量就不全了，直接导致你再往前走的话，游戏可能就跳出。这是改版的一个副作用吧。类似的情况后面还可能会再出现。在一些特定的场景，到了之后再给大家演示。
第5关的关卡名称叫做“燃烧的村庄”。BOSS 是摩根，摩根也是本作第一个有2阶段的 BOSS。2阶段就变身成了恐龙的形态。恐龙形态名字有变化，好像叫摩格了。咱们平心而论啊，这个 BOSS 的难度是不如上一关的。如果能够很好的清理杂兵，那这个 BOSS 利用 Y 轴的话，真的是没有难度。不过我估计大家小时候玩这款游戏，没少被他的铁头撞。第6关，丛林矿井。小时候玩这款游戏，感觉打到第6关就已经很远了，而且要打很久。那我现在11分钟就已经到这儿了。好像速通的大神们会打得更快吧，因为他们肯定会用暴击的打法。输出非常恐怖，这个地方能够带出来一个钻石，100万又奖命了，后面应该是没有奖命了。我记得小的时候玩街机三国志，一般老板在 BOSS 里只给你奖1条命。但是恐龙快打这款游戏环境还是稍微宽松一点，反正我那里的老板都是能够让你奖2条命的。特西温变成精英怪之后，名字还改了，这说明和 BOSS 不是一个人啊。血量也没有 BOSS 多，但基本的性能是差不多的呀，无论是动作还是贴图。2排桶还是来一发 AB 吧。下面我是不是有东西没捡啊？在草丛里。这只恐龙真大呀！咱们贴在版面的最上方，不要被它踩到。我记得它的脚落下来，再抬起来的时候都有攻击判定，有的时候被踩过呀。往前走的话，有一个桶。这个桶是能够扛到 BOSS 的，这样 BOSS 那个地方咱们有一个回血道具，但以咱们目前的火力就没必要了，对吧？这个版面也是我说的比较特别的一个版面，因为这里的杂兵特别多，导致地面刷新的这些枪械也多。那到后面东西多了之后，咱们的枪就又失效了，要注意用拳脚功夫来解决问题。应该是有一个阀值的，就是地面的道具到达了一定的数量，我估计是20以上，目前已经有10多个了。第6关的 BOSS 寄生恐兽，一共是寄生3次。人家大神打的话，直接在幼体状态就把 BOSS 给打爆了呀！这里我就用拳脚吧，我怕地面枪支的数量突然到达那个阀值，我枪开着开着，子弹突然打不出去了，这样的话容易吃亏啊。
还有最后一个形态。普通打法的话就是封边，如果他突然跳出来扑你的话，可以 AB。BOSS 的血量有2条多，毕竟这个家伙一共3个形态，每个形态2条多的话，我估计就有7条多的血了。好，打完，满地的枪啊，这个场面真是蔚为壮观。后面咱们还会遇到类似的现象。第7关地下室，哇，这个家伙手这么快啊！突然就给了我一拳，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。刚才那个翼龙为什么要主动扑下来啊？没看懂啊！我不在那儿啊，他就扑下来了，然后就挨了一枪。然后就飞走了，大概是想早点打卡下班吧。这个地方敌人数量也很多。本关的一个特殊场景就是电梯啊，那个地方刷新的敌人数量特别多，肯定会导致我的枪支失效的。大家可以算一下，那个地方可能有30个敌人左右。前方就是了吧？我现在这个入目是正版，正版入目和盗版还是有区别。在电梯那个场景，正版是不能随意移动的。盗版的话，你甚至可以移动出电梯的范围，直接走到天上去。大家在这里可以数一下有多少把枪啊？有多少个敌人就有多少把枪。现在我的子弹还能打出去，但是下方的子弹数量已经消失了。这种步枪子弹打完了，枪也化不没啊，不像是手枪还有冲锋枪，用完之后可以扔出去。感觉差不多了呀。现在地面应该是20多把枪了。可以空手打。空手打就是守角落。可能这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打法，就是如果你双打的话，守角落是面对面去守。我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和小伙伴合作有没有那样打过。下方这里看起来是图书馆，有非常多的书架，书架上摆得非常满，有些书甚至堆在地上。这个场景，如果你想把分数拿全的话，还是有一定难度的，因为滚动的铁桶非常多。血量没有大的，但是你能够捡到2、3个。咖啡2杯了，
前面还有一个口香糖，好像还有回血道具。地面的书还挡着加分的道具，加分对咱们意义已经不大了吧？不能再讲命了。这里还要等书架里的敌人出来。大钻石，这个钻石真的大呀，10000分。刚才的版面应该捡到了4个回血道具，这里又给了2个。双打的话，可以把一个恢复血量的道具运到 BOSS。本关的 BOSS 战又是一个难点，尤其是2个人玩，因为2个人玩你要面对3个 BOSS。这个 BOSS 是第4关 BOSS 斯莱斯的加强版，叫做切片恐兽。2个 BOSS 就可以用枪来堵住了。这里咱们站的尽量离他们2个远一点。毕竟拿的是机枪，不是霰弹枪，咱们要留一点战术空间，防止 BOSS 冲过来。后面挂的这个 BOSS 肯定之前都站在后边，让前面的挡子弹。按理说的话，他俩血量应该差不多。我差了2格还多。第8关地底事件，这里我早点放倒敌人的单位，早点打出枪来。来了，咱们能够打的恐龙有几种，包括刚才的翼龙、三角龙，还有霸王龙。但是无论哪一种啊，主人公一行都不是猎杀恐龙的。打完了之后，恐龙就变回了平和的状态离开了。我有的时候在想，现在出现的很多当年街机游戏的改版，如果能够出现在街机厅里，而且是这个机台刚刚引进，那当你玩的时候，外面要围多少层的人啊，都在看热闹。包括现在咱们玩的这个版本，还有前2天我给大家录制的《街机三国志超级黄忠》，也是一样的道理啊。没见过黄忠那样射箭的。恐龙快打的枪械还是比较强的，名将就不行了。枪械的攻击力感觉不是很突出。改天录制一个名将的无限子弹版。这个小的时候可能是没出现过，不像是恐龙快打。恐龙快打我好像还玩过一个改版，它的关卡顺序啊和原版是不一样的，难度也比较高。给到了洞穴，已经是游戏的最后一个版面了。这个版面的长度还比较长。斜坡的这个位置注意一下，因为会下来很多的桶。
最好是掌握好节奏，攒一波桶，最后下来一个 AB， 全都打碎，全都是加分道具。好像有一个巧克力，但是血量没给我回满。200万分果然没给我奖命啊！现在是4条命，4条命在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里边已经不少了。一般的游戏都是给你2条命，后面能够奖命奖1条完事儿了。有的是不能奖命的，甚至有些游戏，尤其是美版的游戏，投一个币就1条命。小时候玩游戏有存币的习惯，就是看别人玩，然后自己存一个币排队。但是如果玩美版的只给1条命的游戏，尤其是生命数是数字的那种，那你投一个币就是给前面这个玩家加血了。这里打的就是游戏的最终 BOSS 福森登博士。这个博士的2形态可能是游戏当中个头最大的 BOSS， 小的时候都管它叫双头龙。这个步枪扔的位置其实不好啊，因为打它的话，你就是上下窜线。咱们目前的枪是打不倒它的。我虽然把步枪扔在了角落，但是我移动的时候就不能移动到最下方了，容易把步枪捡起来。这个地方被打了一下，也是我咎由自取吧。如果当时把步枪再往前放一放，可能这里就能无伤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恐龙快打无限 M16的版本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